说起龙骑兵或者龙骑士，除了奇幻作品中胯下骑着巨龙的骑士以外，大家可能只能联想到尹志平。然而现实中真的有龙骑兵这个兵种，只不过现实里的龙骑兵既没有龙骑，甚至不能算作是骑兵。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兵种到底有何作用，龙骑兵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。在西方的传说里，一条恶龙的破坏力巨大，还会看守着巨额财宝，顺便抓一个跟自己有生殖隔离的人类公主，关在山洞里当吉祥物，给英雄们当一个屠杀恶龙、收获财富、迎娶公主、走上人生巅峰的理由。这么看，于情于理，现实中的龙骑兵不管是骑龙还是屠龙，那想必都非常威风。然而现实是，龙骑兵其实是一种非常憋屈的兵种。首先严格上来说，他们并非骑兵，最初的龙骑兵只是一个会骑马的步兵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名指挥官，现在你想拥有一个龙骑兵，只需要3步：首先去马厩里骑一匹骑兵不骑的老马，然后从战壕里拎上来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倒霉步兵，最后塞给他一把火枪，把他弄到马上去，这样你就拥有了一名崭新出场的龙骑兵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根本不需要巨龙。龙骑兵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种快速反应部队，只需要手牌中有战马、步兵、火枪这3张卡牌，就可以进行融合召唤。所以对于龙骑兵来说，战马与其说是他们的武器战友，不如说是便捷的交通工具。如果那个年代有自行车的话，他们可能也并不介意抛弃战马，改踩单车。这种部队为机动性下了血本，不会拥有较大规模，且由于无需马上作战，注定只能使用最劣等的马匹。不过即便如此便宜，龙骑兵在战场上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出尽了风头。16世纪的尼德兰战役，当时的指挥官奥兰治·莫里斯亲王的弟弟，为了让步兵快速抵达战场，所以搞了500匹马，让会骑马的步兵骑马奔赴战场。结果这支部队成了一股骑兵，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出现并将其击败。这时人们才看明白龙骑兵的使用说明书，原来重点在于优越的机动性。事后各国都开始组建自己的龙骑兵部队，而龙骑兵的名字在法语中与龙使用的同一个单字。有说法认为是因为龙骑兵的军旗上往往都绘着一只巨龙，也有人认为是由于龙骑兵携带的火铳在开火时产生的火光和烟雾，所以被人称为龙。中文圈翻译为龙骑兵可能是意译，也有可能是受了《宋史》中记载的禁军部队龙骑影响。该军号有马步人，剑阵及步斗。不过我们上面也说了，龙骑兵虽有帅气的名字，日子却过得十分憋屈。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部队中，龙骑兵的地位并不高，由于本来就不被算作骑兵，所以龙骑兵一般不习骑兵战法，而是跟步兵一样训练。马术水平要求基本是不被马甩下来，活着到战场就算胜利。他们手中使用的一般也不是马刀，而是步兵用的直剑，就连手里的火绳枪往往也都是步兵枪，在马上非常难用。假如一支龙骑兵部队被敌人骑兵截住，那以龙骑兵的马战水平，对冲基本是去送菜。因此龙骑兵的作战方式并非游戏里那样骑马跑过去射爆，敌追我跑，追到了就让你嘿嘿嘿，而是上马奔袭，下马作战。甚至有的龙骑兵会随身携带鹤嘴锄，在到达战场的时候直接下马构筑工事，必要的时候还能朝敌人头上招呼。这种介于步兵和骑兵之间的定位，让他们既无法享受骑兵的荣耀，也不能跟步兵同甘共苦，还直接导致了龙骑兵的装备经常是前两者用不上的次等货。甚至在一些条件实在不行的国家里，他们的龙骑兵还骑过运货的骡子。虽然在龙骑兵活跃的年代，骑士老爷这个阶层基本不存在了，但是骑兵的地位还是很高的，一般都是贵族子弟，薪水也不低。相比之下，龙骑兵要啥没啥，干的还是只有苦劳没有功劳的工作。所以龙骑兵响亮的名号下，其实是一支随意拼凑而成，单纯因为跑得快，所以能随叫随到的工具人部队。后来龙骑兵迎来了转型，按照正常剧情发展，此刻就是反转之时，把原本骑在自己头上的骑兵踩在脚下侮辱，成为战场主力，立下大功。
最后衣锦还乡，成为全村最威风的仔。这种美梦当然都是不存在的。转型后的龙骑兵一如既往的苦哈哈，因为他们的转型方向是退出国际战事，转而去国内镇压一些流寇草莽。原因很简单，龙骑兵的维持费比正规骑兵便宜，好养活，而且更耐造。毕竟龙骑兵的兵源都是草根，远比贵族骑兵吃苦耐劳。后来由于经常被用来镇压国内暴乱，导致龙骑兵的声誉在民间一直不太好。不过这次转型还是有好事的，那就是因为使用频率增加，让龙骑兵的部队规模开始扩大，稳定住了常备军的地位。后来随着龙骑兵部队的规模逐渐扩大，他的战术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增强。此时龙骑兵终于迎来了熬出头的一天，各国龙骑兵的训练科目开始不断扩展，龙骑兵的战斗力跟着水涨船高。随后龙骑兵开始取代常规骑兵，成为军队中的主要战斗力，其地位也开始和其他骑兵并齐。这时的龙骑兵装备也得到了改善，他们开始装备马刀，拿起了短管的卡宾枪。在后来的半岛战争中，龙骑兵数次发挥重大作用，甚至直接和敌军骑兵对冲，给敌军骑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要说这一系列改变之后有什么不变的话，那就是龙骑兵一如既往的便宜了。只不过这时候便宜成了优势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，欧洲各国的龙骑兵基本平替掉了骑兵，他们拿着低廉的工资，干着冲锋陷阵的工作，凭借极高的性价比成为了真正的战场主宰。龙骑兵的线列战后期达到了巅峰，但是巅峰即末路，因为他们的老伙计重机枪诞生了，枪口之下众生平等，龙骑兵再次变成了被碾压的对象，而这一次是彻底的永无翻身之日。虽然直到二战时期，一些国家还保存着龙骑兵的部队建制，但是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象征了。在战争结束后，龙骑兵们也只能和大部分迟暮老兵一样，彻底从战场上谢幕了。在各种作品中，五花八门的龙骑兵或者龙骑士也是层出不穷。你印象最深刻的龙骑兵是什么？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